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之前咱们做过好多期关于预言的视频，有西方的代表火星男孩诺查丹马斯、珍妮迪克逊，圣经里的预言，还有东方的代表印度男孩风婆婆、推背图等等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预言家呢，在我们的视频里，我们在频道里提及的却很少。这位预言家既不会中国的易经八卦，也不会欧洲的占星术，但是他的预言却被一些神秘学家统计为准确率高达 85%， 灵验到被视为最高国家机密。他所遗留下来的数千条预言，至今也只公布了一小部分，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而这个人呢，就是号称龙婆的巴巴万加。巴巴万加的名字其实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是维吉利亚·庞蒂瓦·迪米特罗维亚，但是因为他的预言天赋是上天赐予的，所以保加利亚的国民们给了他一个昵称巴巴万加。巴巴万加这个昵称其实是有寓意的，在希腊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信使。他曾经神准地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解体、飞机原子弹的发明、戴安娜王妃去世、2004年南亚大海啸、奥巴马当选总统、2011年日本近海地震等等，都非常的准确。许多重要人士，包括保加利亚国王奥里斯3世，都曾经拜访过他。但其实巴巴万加不是一出生就有这种能力的，而是在他12岁的那年，因为一场意外而导致他失明，然后他突然就有了这种神奇的能力。那么之后的他到底遇上了哪些事情呢？之后的他又对未来做出了哪些预言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1911年，一个名叫维吉利亚的女孩出生在保加利亚。她从小就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她的父母既没有丰富的学识，也没有很富裕的收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父亲被征召入伍，只有母亲在身边。没想到母亲在不久后也去世了，所以呢，维吉利亚小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靠邻居和亲戚朋友照顾，过着很贫苦的生活。维吉利亚在他12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大事。一天，本来天空很晴朗，突然就刮起了大风，大家正感到奇怪，眼见远处就飞来了一股巨大的龙卷风。这股龙卷风呢，把12岁的小维吉利亚卷起来了，摔到了很远的地方，家里人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但是找到他的时候，维吉利亚的眼睛全被沙土给盖住了，疼得睁不开眼睛，他从此就失去了视力。但是神奇的是，从那时起，他却获得了洞悉过去未来的能力。有一次，维吉利亚的父亲弄丢了一只羊，他回到家里就非常的沮丧，因为他没有钱赔给牧羊人。维吉利亚说是村里的一个人偷了那只羊，他还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小偷的外貌。他的父亲非常的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更何况是失明的维吉利亚呢？维吉利亚说这一切都是他做梦梦到的。他说他经常会梦见可怕和不愉快的事情，而且总是成真。最终他的父亲到村里不仅找到了羊，还发现走失的羊确实是被他所描述的那个人偷走了。而就是这个事儿开始让人们注意到维吉利亚的预言能力。在那之后，维吉利亚还预言了很多事件，其中就包括战争将会在1941年的4月开始爆发。1941年初，维吉利亚看到了一个异象，一个身穿骑士盔甲的神秘男子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对他说，很快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天翻地覆，很多人会死去，你会留下来。预言这里的一切，但是不要害怕，我会一直帮助你的。这位骑士让维吉利亚了解了他在世上的使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人拜访他，他们大多是想知道亲人是否还活着，或者是找到他们亲人遇难的地方。他又告诉人们怎么样在战场上保护自己，怎么样用草药、泥土及蜂蜡治愈伤口，以及到哪里去找丢失的东西。正如维吉利亚预测的那样，1941年4月8日，德国军队越过了南斯拉夫的边境，整个城镇的人都逃离了他们的房子。纳粹掠夺了一切，村里所有的男人都被抓走了。
几天过去，村里的妇女和儿童开始回到被洗劫一空的村庄，他们都知道维吉利亚和他的天赋。这一天，整个小镇聚集在维吉利亚的院子里，听取了这位女先知的第一次公开预言。维吉利亚列出了每一个失踪的男人，并告诉他的家人他在哪里，他是生是死，以及如果他会回家，会在什么时候回家。就这样，维吉利亚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盲眼远家巴巴万家。巴巴万家准确的预知能力，多年来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保加利亚，找他预言未来和医病。他家每天有几百人排着长队，他热情地替每一个求助者预测他们的命运，分文不许。他说，每天他为第一个客人预言是最准确的。然而，随着求测者越来越多，就令他的体力有所下降，预言的准确率也会随之下降。他只好停下来，倒在床上昏昏欲睡。巴巴万家也常被人称为治愈者，他能一眼就看到病人的病因，还能以草药为病人治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病人上门求医。国际科学院曾经对巴巴万家进行长时期的数据跟踪及研究，发现他的脑部结构有一个如同电脑搜索系统加声纳的装置，只要外界输入一个问题，他的脑部就能把事件的因果联系起来，然后呢就会看见未来的画面，或者是听见声音。巴巴万家曾经在访问中形容，一切预言的声音跟画面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他曾说过，他的能力来自于某种未知来源的无形存在，他们可以与他沟通，承受他一些知识和信息，而这些信息就包括空间和时间的奥秘等等。他说，人死后尸体会腐烂，但是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灵魂不会分解，他们会以另外的一种更高级的状态继续存在。他相信人性本善，如果人做坏事是不会逍遥法外的，他最终会受到惩罚，即使他本人没有受罚，也会影响他的子孙后代。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许多社会精英对巴巴万家的预言趋之若鹜。他曾经一度在保加利亚的一所研究心理暗示的研究所里担任一定的职务，并且还有自己的办公室，专门接待一些重要的客户。因为他不可思议的能力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光是在2战以后，他的预测找回失踪人口的准确率就高达 80%。 但是这位预言家的收入却没有进入他的个人腰包，他所有的收入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根据巴巴万家的预测，2020年是改变世界的一年，不过在2021年也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巴巴万家曾经说过，皇冠将会笼罩世界。当时的人们并不明白他这个预言指的是什么，但是到了2020年，我们才明白他所说的就是一种冠状病毒。当然，关于这个预言还是很有争议的，有些人说他预测过，也有些人说他没有预测过。我们也不能100%的肯定巴巴万家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个预言。而对于2021年呢，巴巴万家就曾预测说，2021年一条猛龙将控制人类，3个巨人将团结在一起。他还表示他看到了很多红色的钞票，还看到了很多的数字100、5、0。对此，有人解读说，巴巴万家指的就是中国，而3个巨人就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也因为100元的人民币、5000元的俄罗斯卢布都是红色的，所以很可能他所说的红色钞票就是指的这个。因此有人推测说，美国将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反换中俄印3国争夺该宝座，这被视为将出现主导全球经济的新力量。巴巴万家更是预测2021年欧洲经济会惨遭衰退，而全世界将会面临诸多灾难。困难时刻到来，人类会因信仰而分裂，地球轨道将略有改变，以致气候及气温发生重大的变化，导致地球与周遭的行星发生地震及火山喷发。此外，海洋将被摧毁，洪灾将来临。换句话说，2021年充满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到了2023年，地球的轨道将会发生轻微的变化，而2025年欧洲人口将会跌至0。除了地球上的大事外，他也预测在未来的200年内，人类会和外星人接触。不过巴巴万家也有过预言好消息，2021年癌症被铁链拴住的一天将来临，人类发现癌症治疗方法，众多的病患受益，人类也将逐渐停产汽油，未来火车将改由太阳能为动能行驶。
根据资料记载，88万家的预言到了5078年就停止说下去了。他只是简单的提示说，5079年将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虽然他预言过很多事件都真实的发生了，但是其中也有很失败的例子。比如说1994年的世界杯，88万家就预言说，决赛是巴西队对战保加利亚队，结果保加利亚队在半决赛的时候就出局了。还有人说，88万家预言2010年到2014年之间将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2016年欧洲会空无一人。很显然，这2个预言并没有发生。不过88万家身边的人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预言，所以有些预言并不是88万家自己说的，很有可能是后世的杜撰和编造。当然，88万家的预言即以口头公开，并没有真实的文字可以考究。所以呢，这些预言当中会不会有误传的，这个已经很难考证了。好了，你相信他的预言吗？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吧。下期咱们不见不散。